谢谢大家，感谢，的确非常有热情啊，真的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，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看见我就会喊一句话，就喊。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，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。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，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，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。我第一次去都懵了，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，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，我说我错了，我到那儿我一进去，我看着那保安大哥，我非常认真，我说啊，保安大哥，你一天挣多少钱呀？他看着我，彪，我说啊，他说保镖。哇，了解。那大哥，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保镖啊是啪，啊，保安是我说好。当时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，所有人都非常疯狂，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保安就拦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计划好了，只要一出去啊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，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，我就看着保安，我说别拦我粉丝，别拦我粉丝，别拦我粉丝好吗？你动我粉丝翅膀，我必回你天堂。我都想好了，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：“哎呀，付航好霸气啊！”第一个热搜，付航霸气护粉，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。然后保安呢，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，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，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，我也保护你。第二个热搜，保安保护保镖。我计划的特别好，但是没想到我一出去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。我小鹿门枪，我们几个刚一出去，我还走第一个，我看着那个观众，我说合影嘛，他说不方便。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。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，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。他拦了2下空气，他这样拦了2下空气。我说保安大哥，咱们就是太尴尬了，拦空气。我不让你拦，你就先别拦了。他说行。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拿一根香蕉，掰开了，吃。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，距离我的嘴只有0.01公分，1/4炷香之后，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。当时我面带微笑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看着我，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，我说这拦一下。我说你拦一下啊！那保安哦，知道了，付航不许吃香蕉啊！我说拦他。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我有的朋友，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，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喝多了，喂，付航，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。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在酒局上，我那个，哎，帮我圆一下。我说行吧，我说实在行，我行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。然后我说啊，华哥给你电话。然后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好，我係劉德華，就干这种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，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，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，然后对，学呀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学呀。那小孩去，拍身。不是，行了，别拍着。
你喜不喜欢？你说实话，孩子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我一想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从小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。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，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，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，我得算2、3分钟，就是空算，但我不是智障啊。那个女孩看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我数学这么差，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对对对，在大街上面有发小广告的那种，就是过来就说，哎，家长，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，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？我爸说不去。是免费的，那不早说。就带着我就去了。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特别难，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，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，也不拿脑子算，拿手算，然后嘴里还嘟囔着，算起来就是这。真的这样。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，我在门口看。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，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，就是看开你喝，我只以为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学什么。我爸说学进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，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。就问其他同学，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刘子华，那小孩，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？那小孩好。3355114455331145，好宝贝儿，请坐。富豪，到。3355661加7755337乘以15多少？我说好。老师说别让孩子算，再给孩子算死了。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，我说别了，不算呢。当时同学走了，老师都走了，我还算呢。我一直算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爱死你们了！当时呢，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。然后我出来，我爸，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，他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就问你会不会。我爸跟门口抽烟，会了吗？我说这简单呀，我这有手就会这个。我说你摇你也会，这谁都会这。好儿子，回学校试试。我说没问题。到学校，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。他们有演算纸嘛？非常认真，就在那儿算。我不用啊。我就这么算。同学看我，老师我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怕？你不算。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这哪班的？这个是？哎，这是哪班的？哎，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孩子，你不会做，给你奶奶叫下来，你也不会。
我说我算呢，我不是召唤呢。啊，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，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了，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，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，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，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，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，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啊！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，完了之后抽根烟，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，学完了拿我练。那抽根烟就指我，是不是？哎，黑了吧唧的，过来！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，我说来了。我怎么了，哥哥？怎么了，哥哥？每天给我5块钱，要不然扇你大嘴巴。我说，哎呦，真是个噩耗哎。我说你别给我幽默，每天给我5块钱。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？我说啊，还得算。他说：“你是 dancer 吗？”我说不是。他说：“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？”我说不是，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，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，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。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稍微有点缺氧了，太刺激了！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。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。没事啊，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，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。哈哈，确实啊，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，你们的反应特别好。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，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。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，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？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，我爸说这是荣誉，必须去。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，不许说山东不好。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，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。我爸说哦那行，但还是不放心啊，非要跟我一起去，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。一到后台，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，到处社交，给人家发烟。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，为了给我面子，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“唐湘玉，唐湘玉，唐湘玉”。不用，就这么尴尬。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，说谁是唐湘玉？咋还不来呢？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？他说那个老头就是唐湘玉啊。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，我更紧张了。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，平均3句打1个。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，节奏是真好啊。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。村长听说我回来了，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。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？我。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。年底照相馆也不开，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。跟寻人启事一样，我何止走起来了，我都走丢了。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，还记得吧？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。今年讲不了了，没有人催了。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，尊重的像家人一样。尊重到毫无素材，我都得引导。我大娘问我20几了，我说31了。
他说啊31了，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。他说31，好。我说好在哪儿？他说好像要吃饭了，就死活不往下说了，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。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，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。我三姨疯狂使眼色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，他写你。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，是生死簿。我现在不光克夫，也克亲戚了。可怜我三姨，一个开朗的媒婆，变成了回避型人格。一上午一无所获，这可咋整？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，家庭平静了，事业瓶颈了。我悄悄问我爸，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？我爸说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。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，短视频剪得稀碎，有些连梗都剪掉了，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。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，单纯以为我疯了。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，大家都正常了。吃饭之前，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，亲自过来问我：“你上哪一桌？”当天有2桌嘛，男人一桌，女人小孩一桌啊。说你随便挑，菜都是一样的。一样的，我咋这么不相信呢？我去看了一下，哎，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，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，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。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，唯一的野生动物。凭什么我们没有？哦，说是怕我们不敢吃。是哦，你说蚂蚱多吓人呀！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。翅膀我大娘剪的，最后我妈亲手炸的，好可怕呀！我们只敢做，不敢吃啊！所有人面面相觑，他好像是真疯了啊！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，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，你抢啥呀？别耽误人家喝酒，喝酒着什么急的？耽误啥呀？耽误我们洗碗吗？最后说不行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。我说也可以，但你们不要抽烟，不要提想当年，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。他们说，还是把蚂蚱给你吧。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，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是吃上了蚂蚱。但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，蚂蚱再小也是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卡。我是空姐，看得出来吧？这都不算什么。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，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。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，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。观众说啊，主持人说没对，垫了一句，她还是个空姐。观众啊，我一上场，观众啊，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，看过这个婆娘，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这样，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，知道吧？这都算了，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。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，因为腰不好嘛，
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，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。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，觉得我非常的严重，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，腰伤那么严重？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，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，我忍了一下。他要给我开鼻镜，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？我说医生你，我高空作业。我刚刚一说完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。天哪！看到没有？高空作业，妹妹。我说你说呀，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，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。哎呀，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。我是体育生，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，国家2级运动员。怎么当上空姐的？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，我不想跑了。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，我就报名了。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，特别开心，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。我说教练，我不跑了，我要当空姐了。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，天哪，空姐！你去嘛，你当了空姐，老子给你买架飞机。当天面试的时候，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。什么意思？条件太好了，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，最多就是7选2，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。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，不要说7选2了，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。太好看了。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，新疆人，对吧？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，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了。特别好看，漂亮到哪种地步？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，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。当时面试官问她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？她说哦这个是胎记。面试官说：“哦，胎记，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应该会淡掉吧？胎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。他在想什么？又不是爱情。”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，已经迫不及待，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，老师好，我是2号，身高171，特长拉丁，咵，她就甩了一个胯出去，就这么快，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，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，好像在说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，我就收不回来哦。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，对吧？我说哦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？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。他说可以啊，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，好灵活，太优秀了。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，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，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，他直接打断了我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特长？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。我当时冷笑，我说特长，哼，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。如果老师想看的话，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。哦，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？没有关系，这样，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，我让他50米，我把他抓到，你们让我过，可以吗？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，你跑吗？我不跑了，累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下吧。我说稳了。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，我说过了。我就问老师，我说老师啊，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？老师说哦，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，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。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？后来上了班才知道，个别旅客
极个别。他上了飞机以后，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。怎么说？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，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吊在他面前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对吧？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，突然呼唤铃就响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。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，怎么了，旅客？好快！我开心极了，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。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。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，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，对吧？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，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，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对吧？都是这样，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，非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，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，就不能穿裤子吗？对吧？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，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，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说穿裤子的话，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，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，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。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，他都会不会觉得不舒适？睡着了看不见，巴卡巴卡，就看不见。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，真的，在这个职业里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。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，都达不到，不保暖还吊裆，穿过的都知道，对吧？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，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，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，对吧？过去各位，预备，砰！啪！撞线那一刻，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，没有破纪录，破了2双丝袜。而且，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，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，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，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，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。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？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，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？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，起火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。真的。遇到紧急情况，这个说着火了，我说火在哪？我一屁股坐过去，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，火在哪里？我说火在当下。所以真的，对吧？所以空姐穿裤装，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，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晚上好。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，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。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嘻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我有点上当了。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，复航的稿子一般，残疾人都骗哈。最近啊一直在巡演，全国各地到处走，一个人就可以，带个箱子，装衣服是其次，主要是探路，能理解吗？就把它推在前面，你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，哎呦，小心有东西啊！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，你先去死吧。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，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，只能侧着推。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？对不对？
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蹲，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。疼痛让人思考。我从那天开始想，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，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？婴儿车。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，你要推个空车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？对吧？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，不行，更变态。还是买了一个啊，刚需是吧？你得用啊，对吧？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，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，觉得有病啊什么的，不会的，人家觉得很正常，这有啥的？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。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。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，当时还接了个活儿，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，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。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。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？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。我说愿意 ，OK，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。这个活儿太好了，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。想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都动了邪念了。我说黑灯大胆一点，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？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？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。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边界在哪里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，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，不对。捯饬啥呀？没人看你呀！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，不穿都合适。那个老师约好了，说到校门口来接我，华东师范大学。一到校门口是吧？没人，我们残疾人也骗是吧？打电话，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？我说我在左边。他说那你到右边来，我在右边等你。我就有点生气了，你知道我是盲人，你不来找我，你让我去。我没有发作，强忍着怒火，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。到右边发现要死了，他也是个盲人。是我想当然了，他比我还严重一些，我还能看到一点，他一点都看不见，对吧？但是他有个盲杖，就自己这么敲，一边敲，哒哒哒哒哒，走得飞快。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？你就那么忙啊你？他真的，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。盲人博尔特，还没穿丝袜那种。但是，怎么说呢？华师大上课嘛，老师怕他出事儿什么的，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。画蛇添足，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。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。如果没有他，就我俩一碰面，他说：“哎，黑灯老师，我也不装了，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。其实老子会飞。”江南七怪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飞天蝙蝠柯镇恶正是在下。到了教室之后，有20多个学生，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，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，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，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，就贴得很近，写得很慢，也很厉害。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，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，是吧？600多分，200分是闻出来的。学数学、学法学，什么专业都有。另外一种呢，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，没什么视力了。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。就2种，第一种是按摩推拿，没想到吧？
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过去一摸，椎间盘突出。你说你要按摩推拿，你上大学干啥？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，你推7年了，推成大拿了都已经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，学校很好，中央音乐学院，啊，音乐表演专业啊 ，Excel 表格很窄，音乐表都没写完整。我好奇是什么表，一拉开二胡。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，我都扇自己。我说你刚才你们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，他就大概想一想，一个人瞎了能干啥，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：推拿、算命、拉二胡。啊，不是没有思考，对吧？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，你来学，对不对？推拿、二胡，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，大哥？他们完全不了解，是吧？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啊，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有一次讲到这儿，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，他说：“那我们学的专业，我们也不喜欢。”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，我太狭隘了。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，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。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？人家只会告诉你，你该咋，对不对？你好好学习，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，是吧？从小就要学，是吧？什么算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，你想不想？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走错了。那真是个噩耗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。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。我说分享就到这儿吧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。我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，很开心啊，确实新的一期节目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去年节目也是收获了很多，前段时间我还去拍电影了，其实就是跟付航一块去拍鹏哥的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但我知道我在节目上一上来就讲这些不太好，对吧？大家毕竟不喜欢看我们这种电影演员录综艺。开玩笑，其实当时很受宠若惊了，提前在家准备练台词、练普通话什么的，说一定要演好。结果告诉我演一个动人。刚刚彭导提到过动人，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字，我告诉你们是哪个字，是一个单人旁一个同。所以当我跟付航收到剧本的时候，我们没人认识这个字儿。我还问付航呢，咱们第一次拍电影就演同人？后来知道了，其实就有点像野人了，我还挺不服气的，我说我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气质，不说文质彬彬吧，也算是温文尔雅，怎么就干成野人了呢？我去网上搜野人有什么特点，告诉我3个特点：皮肤黝黑，体型巨大，缺乏语言能力。冲我来的，好，我服了。我不仅服，我还其实说实话，演野人什么都无所谓。我在店里面主要是我负责的任务太奇怪了。我在电影里面主要负责吃香蕉。我知道这个段子讲到这里，你们觉得我在编段，在 call back。因
为太荒唐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，所以我只能请看大屏幕。所有语言在这面前都显得很苍白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我更不能接受的是，副行不用吃，凭什么？我觉得我去拍电影之前，我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我可能需要吃很多苦，但我没想到需要吃那么多的香蕉。我有一天拍摄，我吃了30多根香蕉，6斤多的香蕉，什么概念？没吃饱。当然是开玩笑，当时稍微有点难受。所以那天拍摄结束，彭导也很不好意思，就找到我跟我道歉，跟我说：“阿成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让你吃香蕉这个事儿啊，能不能不要写成段子？”当然说这么多啊，说这么多，我不是在质疑大鹏导演，当然不会，我只觉得我们的喜剧理念有点不一样。我喜欢那种喜剧啊，应该是那种双线结构。故事像2条平行线一样，永远不会有香蕉。哎呀，真的很痛苦。但其实说这么多，大家感觉我是很生气，其实完全没有。那是我去年很开心的一段经历，因为那段时间找我的时候，其实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。当时我刚比完赛，拿了第4名。大家如果有质疑也很正常，我自己也很不安，毕竟人家教主才第5名。我看过很多那种爱豆成团的节目，我知道里面的门道。我这种情况属于占了别人的出道位。所以很长段时间我就很害怕，我总觉得大家会骂我，会网暴我，我就生活在那种痛苦当中。过了一段时间更痛苦了，发现根本没人理我，大家真的很不在乎我。我的那种心态特别像那个周处除3害里面陈桂林，就我都认罪了，还是没人理我。别给我这个第4名逼急了，逼急了我也可以除3害。其实是讲一种心态啊。那段时间我就很难受，经常在朋友圈里面 emo。然后我当时希望大家会安慰我，跟我说你没事吧，加油啊，会好的。但没有，我忘了我朋友圈里面都是脱口秀演员。凌晨1点半，我发朋友圈说压力太大了，要崩溃了，扛不住了，怎么办？他们回复好看爱看，就是这么残忍。他们很多人很看不惯我，他们喜欢指责我一点，他们觉得我太矫情了，他们觉得没被骂不就行了吗？刘润成，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。我特别讨厌这句话，因为我发现从小到大，只要我遇到一点点好事儿，就有人跟我说不能既要又要。遇到困难从来没有。那小时候老师让我既要学好语文，又要学好数学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一个正义的人跑出来说人呢不能既要又要？我说那物理我也不要。从小课文也这么教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既要苦其心志，又要劳其筋骨，既要饿其体肤，又要空乏其身，还要行拂乱其所为。我看了就觉得，老天你真敢要啊！这个大任我先不要了，谁要谁要，我不要。我是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反正我不要。态度要求太复杂太困难了，怪不得这段话最后一句是所以增益其所不能呢。你这么难，他却是不能，他再也不敢要了。只会说哎是谁在唱歌啊？所以真的，所以去年能拍电影我真的很开心，那是我去年最开心的一个事儿。除了拍电影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我去年在拍电影的时候。我见到了杨幂。说实话，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。不要纠结从小。但我真的从小就非常喜欢杨幂。但那天我没敢主动跟杨幂说话，因为
我这个人有个问题，当在我的工作中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，我从来不敢主动说话，我怕这样不职业。也不知道我在装什么。但那天，杨幂主动跟我说话了，因为她认识我，她看过我们节目，她说很喜欢我的表演。你们也太配合了。他甚至一见面跟我主动开了个小玩笑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装门窗了？”一个小玩笑，但当时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刘仁成，我能靠自己的努力，让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的偶像也喜欢我，并且认识我，并认可我，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或许配拿那个第4名。感觉怪怪的，但紧接着我这个人就有点膨胀了，我就在想，那我能不能加杨幂的微信？想想还是算了，毕竟杨幂不能既要我的喜欢，又要我的微信。当然是开玩笑，当然开玩笑的。真实原因是当时我思考了一下，就如果我们加了微信的话，幂姐可能会看到我的朋友圈。他会发现我很痛苦，他人这么善良，看到我这么痛苦，一定会过来安慰我，跟我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小拜拜。大家好，我叫辛博，从小就在农村生活，我觉得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是特别好，我的小学就那么几个民办教师，就是那种农民扮演的教师。乡村 coser， 班主任老师姓张，他教我数学也教我插秧。很多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问题，张老师也算不清楚，因为他少根手指。算法上有 bug， 9进制。我很笃定，真的，我从小就很笃定，我一定得考上大学，因为我知道只有上了大学，才能结合着我的专业所学，让家里给我买电脑，买一台能玩所有游戏的学习电脑。所有的科目里边，数学最差，高考算是超常发挥，考了76分，按照9进制算是84。也没及格，被调剂到了数学系。我这样的学数学门儿都没有。我说妈，你必须得给我买台电脑，上帝把门给我关死了，你得给我打开一扇 Windows。没复读啊，没复读，因为第1学年成绩的前5%可以转专业。也就是说，学好数学就能不学数学。同学们都在那儿苦笑说，学数学是不学数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。听得我都茫然了。我说你们家里都什么条件？入学摸底儿考，我就是倒数第2，倒数第1是我的 homie 威哥。全班就只有我们2个人有共同语言。老师说这道题应该没有同学不会吧？我说不应该。威哥说我不会。选我当班长，说反正你也学不进去。我说为什么不学威哥？他说也不能太蠢。我最想学的专业是计算机，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黑客很酷。大学也自学，去黑客论坛上还拜过师傅，学费60。加了 QQ 给我传了个文件，如何盗号。我一点号就被盗了。以为是教程，结果是教案。
这算啥？黑吃黑，还用我的 QQ 跟我的同学们借钱，就威哥借了。你说他蠢吧？二话不说他就帮我。你说他不蠢吧？转账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。那是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问过老师，我说老师，我们学数学能干啥？老师说能当老师。我后悔了，我应该问校长。其他专业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，我们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人。我发现啊，像我这种普通学校的冷门专业，社会给我们留的大多岗位都是销售类。我们学院的优秀校友墙就是全国房产中介的优秀员工墙，上面的照片基本都一个知识。那个校友群你就看吧，名字开头都有个 AAA， 你得往下滑到100名开外才有一个 B 打头的，比亚迪卖车。毕业季的时候有那种优秀学长回来招聘，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说老弟呀，全班我都看了，就你能干销售，数你的眼神最空洞，你根本就学不进去。我不想干销售，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，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，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。学长安慰我说，那销售和销售不一样，你上过大学的销售比那些没上过的至少大4岁。你就比你同龄人成熟。当然还有一个就业方向就是数转码去做编程，有专门的培训机构，3个月包就业，全班都去了，我跟威哥学了6个月，机构要给我俩退款，说是影响了这机构办学以来100%的就业率。我说不行，我只要工作。他说要不你们俩就留下来当老师，教数学。我没留下，在老师的推荐下，当地的矿务局要一个懂数学又懂计算机的人才。我说领导，我还懂点黑客。那个岗位就是坐在矿井口的岗亭里，对着一台电脑屏幕，下去个矿工，我就在 Excel 上+1，上了一个我就全都懂数学和计算机。同学们好奇说：“你这个样的去矿上能干啥？”问得多我就很烦，我说算命。有一次下去7个，上来8个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这是挖到墓了，对不上账，是不是我得下去？每天除了我矿井口就没有人，整整3个月，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个小日子。井上一郎。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垃圾电话，来自广东珠海，问我先生买房吗？我立马反问他：你们招人吗？我学数学的，他说我学物理的。我说城濮求是，他说博学笃行。我们学校的校训。时代也在发展，这几年 AI 成了风口。我也是干了很多年销售，几经辗转在网络安全行业。很多朋友不了解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帮用户抓黑客。总有一天我能逮住我师傅。在风口上，威哥也飞起来了。他现在是一名自动驾驶算法的工程师。
来杭州开会，我开车接他，他跟我说你把自动驾驶关喽。他的能力我最了解，不在我之下。命运他经常跟我开玩笑，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威哥还安慰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这一款我只是参与，我开发那款出口欧洲。”谢谢大家，我叫新包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月明，我叫月明，月亮的月，明天的明，很普通的名字，非常普通。但是咱实话实讲，咱确实长得不是很普通。他们说我有明星脸，说我长得像德云社的烧饼。郭麒麟老师叫师哥。确实有点不礼貌了啊！其实我因为长相这个事情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啊，现在有男朋友了。我男朋友是我合租的室友，我觉得他是自愿跟我在一起的。我们合租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合租了能有小1年的时间。这1年时间里，我们俩没有任何情愫，甚至互相厌恶。但是为什么突然在一起了？非常狗血，因为我看见了他不穿衣服。我俩不是变态啊！那天确实回去的有点晚，我4、5点钟才到家，他睡得也晚，他以为我夜不归宿了啊，是个野女人，他就没带衣服，放飞自我，去洗了个澡。我家那个室内结构非常奇怪，那个浴室门呢，它正对着大门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出来，接下来就是我定在原地，他躲回浴室，开始尖叫。他在那喊：“我脏了，我脏了！”我哪儿脏了？挺白的呀。我说这不得负责吗？这不得啊！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人。然后慢慢有点暧昧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他确实是个很特别的人。他走到哪儿都是最显眼的那一个，不是因为他白啊，因为他没有头发。不仅没有头发，他还有一脸大胡子，就是上面没有，下面有，毛发守恒定律。你们见过那个鲁智深吗？长成那样，他长得挺吓人的。但是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是很敏感、很温柔的人，而且不太善于跟人发生冲突。但是他确实吓着过人，吓着我邻居。我邻居是一个主播，非常勤奋，每天半夜在隔壁学青蛙叫，就那个点儿，青蛙都不叫了。男朋友忍不了，直接走到他们窗户底下，啪就把窗户打开了，就这么盯着他们。我跟他一起去的，我说你看啥呢？他说我就看他们怕不怕进蚊子。连续3天，小青蛙搬走了。但是我男朋友其实是个很勇敢的人。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喜好，哪怕这个喜好确实会被人误会。之前我们俩去买手机，他非常激动，因为要换新手机了。他跟柜员说：“啊，我要一个粉色的手机。”然后柜员说：“啊，粉色正适合你女朋友用。”我男朋友说：“我用。”然后柜员就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他说：“啊。”大家都懂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啊？我男朋友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直男不可以喜欢粉色？为什么？”然后看着我说：“宝贝儿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我要粉呐！”我说3分钟之内我要你们店里最好的粉色手机，最好的。没看我宝贝哭了吗？店员当场拿出了一台 vivo S30。
粉色青春洋溢 Live Photo 神器，最适合记录我男朋友的梨花带雨时刻。其实我很羡慕他，我很羡慕他，他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。我是个情绪非常压抑的人，我小时候一哭，我家里人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。咱不知道谁是男儿，反正我听进去了。所以我是一个很羡慕他，他说哭就哭，他哭起来像那个鲁智深葬花，有一种残暴的美感，我看着都怪好看的。他们都说眼泪是男人的黑丝，他有一沓黑丝，就导致我在这段感情里非常的不解风情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，真的。我俩第一次吵架就因为我俩出去玩，他买了一束花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我说这个花杆有点长，我家有花剪子，回去剪一下。人家生气了，因为我说的是我家，不是咱家。他说我觉得你把我当外人，然后就像个竞走运动员一样冲出去50米，回头发现我没有追他，然后他像一个狂暴的鲁智深站在马路中间开始骂我，岳明。你个丧良心的！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咱家。我说这个男的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啊！在路灯底下一闪一闪的，但是他哭得太厉害了，他哭得太厉害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安慰一下他，我说你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他说那我就不是男儿。我说，我当年怎么没想起这句话来啊？但是我男朋友其实很好，家里头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，媳妇做饭照顾我，他做的都很好，又能收拾家里，又能收拾邻居。我觉得这种男朋友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跟我说，他说他赚钱的能力很差呀。我说赚钱能力不能放在我身上吗？就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他负责鲁智深葬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岳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数啊。我这个人在舞台上一般没有什么情绪啊，但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啊。我经常会上一秒很开心，下一秒就会突然很忧伤，啊，一种二进制的情绪啊。朋友问我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啊？我说不是，我只是两种情绪跨越得很快啊。我是双向情感刘翔。开心很容易啊，但忧伤的情绪这种你就很难表达，因为你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嘲讽啊，说你无病呻吟，那不是废话吗？有病我就去挂号了呀。还有更难听的会说你是什么矫情狗，哎呦，你怎么能用狗来形容一个忧伤的人？谁会在忧伤的时候伸舌头啊？哎，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哦，原来小家只是忧伤是吗？吵架，哎，误诊了啊，误诊了。所以现在我有这种情绪，每次想要表达忧伤，就会很害怕别人会觉得我是在表演啊。因为说实话，哪怕是我自己在看别人的时候，也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啊。尤其是有些人他的忧伤，他会在朋友圈和微博发2遍啊。你第一遍我相信你是真的在忧伤，在你发第2遍的时候在想什么呢？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哭泣，所以刚才是倒数第2次喽。刚才我看的是你忧伤的点映场，很奇怪，在忧伤的时候你居然还能记着全平台发送，什么意思？不许动，你已经被我的忧伤矩阵包围了。举起手来，点赞。所以我经常在看别人朋友圈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啊，尤其是有些人的朋友圈，你点进去之后发现，仅3天可见，但有一堆置顶。这是让看还是不让看？你感觉他对每个时间段的自己态度截然不同啊！我3天前怎么样？你别管。但我2023年的5月24号凌晨2点钟诞生了一些多么痛的领悟，你必须要看一看。我把它排版到了最上面啊，
这是我的招牌忧伤。大家都希望别人能够只看到自己想让人看到的啊。如果毕业写简历的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。英语4级，计算机2级，精通 Office， 置顶，第一学历，仅自己可见。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想见啊。就这样，每次一想要表达这种情绪，就会想很多事情打断自己的情绪。你在生活中就很难沉浸在这种忧伤里。有一次在跟朋友喝酒的时候，朋友掏心掏肺讲了很多往事，感慨说：“哎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你总要妥协，总要低头。”我们都听得很动容，为他难过。然后他突然扭头说了一句：“服务员，开张发票。”我那一下氛围感全无。啊，你能想象吗？刚才还人生低头呢，现在发票抬头了。忧伤就是这么脆弱啊！只要这种现实的东西一出现，就很容易被打破啊！你很难同时是一个诗人，又是一个纳税人啊！因为诗人一般都没到起征点嘛。有时候我就想，就是你说李白，他如果在现代，他能这么豪迈地表达自己的忧愁吗？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儿啊，记得开张发票。月儿报销万古愁，岑夫子，丹丘生，群收款 A 一下。啊，完全没有感觉，一点都不浪漫。现在的生活就是太现代了，这种现实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很难专注在自己的情绪上。有天晚上我非常难过，想喝酒，外面还下雨了，我就只能以一种忧伤的状态打开外卖的便利店，选了一瓶酒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哎，满20起送。满39免配送费，神券满49减8，膨胀一下满49减10，那就相当于还是39，白拿10块钱的东西。哎，这收藏关注又减2元，加群还可以领券叠加。那要不再买块巧克力吧？听说这个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。哎，这超值单品里还有一双1块钱的袜子。1块钱的袜子，但我平时在淘宝买是20双，18块钱，18除以20，那就是9毛钱一双。哎，我忧伤呢？我忧伤哪儿去了啊？我忧伤哪儿去了？怎么走了太久就忘了为什么出发呀？哎，我忧伤哪儿去了？我忧伤哪儿去了？我的忧伤被满减掉了。解忧杂货铺。有人会觉得，哎，忧伤消失了不是挺好吗？但我不是想让它消失，我就是想完整的在里面沉浸一会儿啊，不想要被打破，不想要再被打破，不想要这种碎片化的忧伤。于是我就问朋友有没有什么忧伤的电影推荐。朋友当时一共说了5句话，最后一句我永远都忘不了。他说有一部电影叫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啊，男主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3个孩子全部去世，妻子也与他离婚，他一直无法原谅自己，沉浸在后悔和悲伤之中。你以为影片结尾他会治愈自己，重新开始生活，结果最后也没有。你可以去某音看5分钟解说。好，金奖励，谢谢大家。各位辛苦了，我小佳。没想到会在爱奇艺看到我吧？腾讯也没想到，小佳跑得还挺快的。开个玩笑，主要呢是冲着一个男人来的，他叫黑灯。对，去年节目播出啊，很多人拿我的脱口秀跟黑灯的脱口秀做对比，你夸他就夸他，你干嘛骂我？你骂我只有我看得到。对吧？哎，很多人说黑灯的脱口秀一点都不利用身体优势，而且讲得清楚，他讲话根本就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他一个
他一个视障人士，在脱口秀舞台上讲脱口秀，那就是一个普通人。到底谁在利用身体优势，对吧？他有本事用眼睛讲话。其实我们两个关系很好，之前在一起录节目啊，我就拉着黑灯的手，一直走到一个观众的盲区，他把我手放开了，然后说可以了，然后一个箭步从2楼冲下来1楼，我都恍惚了，我以为我是那个瞎子。哦，原来视力没问题，道德有问题。工作人员还跑上来说：“小佳老师要不要扶你？”我气死了，我说我看得到。他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”今年呢还写了本书，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应该都可以买得到了。我朋友说写这本书是为了骗钱吗？我说我要骗钱直接募捐不就好了，对吧？以我这种天赋，我甚至可以直接要。这本书写得很辛苦，不是说内容，而是说打字，都是我用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敲出来的。知道的在写书，不知道以为在发电报。发的时候还触电了。我朋友说你可以试试语音识别文字啊。又不是没试过，识别不出来。我其实很喜欢写作，我中学时就是我们校报的主力干将。我当时专门负责写诗，而且只有我在写诗。如果那个月写不出来呢，就会找一些著名的诗人代替我。我跟老师说我写不出来，老师说没事，我让泰戈尔替你一下。泰戈尔也是没想到100年之后在中国当了平替。比起写书呢，我现在更害怕后面的签售，因为我写字很慢很难看，有时候演出完之后观众会让我写吐签，我就很有压力。关键要吐一堆。上次有个观众说：“小佳，你能不能写一个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一生平安？”我说：“你自己好好努力吧。”我保佑你好不好？我其实是左手写字的，又慢又难看，但已经很好了，因为右手更慢更难看。简单来说呢，我写字就是左手右手2个慢动作。所以易烊千玺演那个小小的我都是命中注定。哎，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吗？看过是吧？很多人说我是这部电影的动作指导。所以我中学作文真的写不完，还很难看，就整篇文章整个每个字都超出考卷的那个格子，整篇文章都在努力的擦边。写妈妈的爱，爱得比谁都克制。老师还特别怕伤害我，给我评语都是文章很有特点，运用很多留白的技巧。而且当时写作，我觉得是简单很多，因为上学写作的时候会有那种万能公式嘛，就不管写什么话题，第一句话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有个妈妈。哎，别人写可能是在乱编，但我写同学看了都很感动，说太好了，你妈妈终于回来认你了。而且为了凑字数，800字文章啊，有20句名人名言，感觉那些名人在我文章里做萝卜蹲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孔子说，孔子说完，老子说，老子说，老子说完，老子还没写完。
但现在写作就难很多，现在呢要求写书需要真实严谨。我前段时间书在审核的时候，有个句子说要写周奇墨经常去公共场所观察生活，写错了，写成了周奇墨经常去公共厕所观察生活。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，我的编辑说这样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周奇墨是个偷窥狂？我说不会啊。他一直都是这样啊。这本书呢叫做《浮游直上》，它是一个关于成长的严肃文学。那为了让它显得更严肃一些呢，希望下次签售的时候别让我吐签了，好不好？实在想要的话，你们写完，我给你们摁手印。一个手指我比较习惯。最后呢，希望这本书和我的手印都可以戳到你们，谢谢各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ra 啊，非常开心可以过来这边啊。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这2年呢有了一些变化啊，我创业了啊，做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，叫做 Spicy Comedy 啊，感激大家啊。我也第一次创业嘛，我觉得创业真的太烧钱了。我们剧场呢是开在了新天地啊，可能是上海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。没有演出的时候，我都很想把这个场子给用起来。我侄子生日，我就说姐姐，人一辈子只过1次生日，你要搞个 party 嗨起来，你把侄子、托儿所所有的 homie 都叫过来啊，场地我打折，小朋友们啤酒免费喝。我这个场地租金太贵了，我爸很心疼我，他想表达爱，但我爸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夸张。他想把我们这个剧场推荐给他的朋友，他的话术是这样子的：哎，朋友，我女儿很结棍的，我女儿在新天地啊，搞了块地方。哎呦，我女儿很结棍的，我女儿搞了个什么脱口秀俱乐部？哦，对，跟会所差不多地方。哎，我女儿不容易啊，一个小姑娘搞了个娱乐场所。我去看过的，她下面搞了一批人，有男有女。这批人我女儿亲自培训的啊。她最厉害的地方得不啦？她下面还搞了些外国人啊。我女儿一个小姑娘，什么南非人、阿拉伯人，最近还搞了些美国人。朋友们，最近进口关税多高啊？啊！我女儿下这么大血本，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开心，母子哦，结果哈。非常开心啊！就我爸真的很关心我，但是呢，我爸有一次来剧场，看到这个票没有卖完，他就很心疼。我们同事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叔，新天地有很多的外国游客，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演出推荐给他们，用英文？”我爸说：“哟，我英文不来塞的呀，我一个老年人，不过没关系的，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，我就跑到马路上，我看到外国人我就抓住他，我说 You want happy？” 我爸这个英文真的非常糟糕啊！但我也知道，我创业的确是非常的难，因为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创业。我这人非常在乎别人的想法，但我见过很多老板，我觉得老板大部分自我感觉都很良好。以前上班的时候呢，被老板知道我兼职做脱口秀了，从此以后，每一次客户吃饭都会带上我。项目聊完了，老板就开口了，他说：“王总啊，你看过脱口秀吧？”没有对吧？巧了，诺拉站起来。接下来哦，乐菜上来之前，诺拉就会给我们讲段子，开胃哦。朋友们，你们有在小南国跟苏浙会的包厢里面讲过脱口秀吗？哇，圆桌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和你的客户，大家穿的都很商务，只有你一个人站着。服务员推开门，以为有一个服务员又出去了。
个时候呢，我还做了一个个人的专场啊，然后我当时很兴奋，提前下班就去剧场准备了。当时100个房间把我给震惊到了，因为坐着70、80个人，就是我的老板跟我的同事。都有个同事还跑过来跟我炫耀，他说 Nola， 这是老板给你的惊喜啊，哈哈，今天你的专场就是我们的团建啊。我第一次演专场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我在后台准备，但演的还挺好的，甚至比我平常演的效果还超时了几分钟，因为我要把段子里面每一个我的老板变成我之前那个老板。创业已经这么难了，我还给自己上了个难度啊！我选择跟我的老公一起创业啊。我老公这个人真的是太爱工作了，他有多爱工作呢？就是在我身边，他就会聊工作。哪怕我们去到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迪士尼，他得说：“天哪，老婆，礼拜一都这么多人，还是迪士尼会做生意。”这样子，明天开始你的海报上就写诺拉贝尔。我们累了一天回到家，躺在床上都准备要睡觉了，他会突然睁开眼说：“我有个想法。”我说：“老公，床上是不能聊想法的，因为聊出来的都是 bad idea。”虽然创业真的很难啊，但在我们的努力下面呢，运营的还可以啊。经常会有非常多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英文脱口秀，说：“老师，我1个小时以后来接他。”这个时候我都不敢讲话，只有我爸说：“放心，保证让他 happy happy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 Nora。大家好，我叫夏夏。我今年34岁了，就这个年纪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。我知道，看着还打扮的比较可爱。34岁了，我也是刚结婚不久。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，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。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，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了。我做不到，我才刚认识他们呀。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1年之后啊，才开始叫他妈妈。刚认识呀，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？啊，礼貌的对待他，对吧？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，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：“妈妈，您好。”总听我老公提起您。朋友们，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，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。但你们知道，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，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。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，就是重。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，我说：“这个能有多重啊？”那个大姐说：“也就20多公斤吧。”20多公斤，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！试穿啊，朋友们，需要2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，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。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，呀迷糊了，脸色铁青，我开始缺氧。朋友们，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，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，我是一口气儿都抓不上来啊。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，上面留一个洞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坟。我妈看我脸色不对，还在旁边劝我：“宝贝，啊，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。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你就忍一忍啊。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？忍忍得幸福。”
还有一套衣服啊，叫做绣荷，大家听说过吧？结婚的时候要穿，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。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绣荷的来源啊，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《橘子红了》，然后里边的主角绣荷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，然后大家开始模仿，这是它真实的历史啊。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她跟我说，在我们山东穿绣荷结婚啊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。在古代呀，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绣荷的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是正房啊，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。我过了很久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被骗了，朋友们。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，我刷到橘子红了，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绣荷啊，是个三太太啊。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，就结婚太麻烦了，要换好多套衣服。我不明白啊，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，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，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，太复杂了。我小时候看《水浒传》，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。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，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，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啊。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。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他说，所有人敬酒都是找他敬，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她和她的闺蜜，我全程跟在她后边给她拿手机啊。她那天太开心了，就是她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，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。就我在告诉我妈，我说妈妈，你要为自己而活呀。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。我说妈妈，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，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，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。然后我妈陷入了沉思。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是你外婆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啊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。终于回来上节目了，太帅了！谢谢谢谢，就等这句话，谢谢。真的，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，他在那儿给我推荐，猜你想搜，杨蒙恩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，蒙恩。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？我是再见爱人导演组的导演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说 OK。朋友们，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没有任何事。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。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，然后考了托福，然后年底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，厉害吧，厉害吧？但是我没考上，我没考上，给我干懵了，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，我说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不是明星啊。是的，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。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。我说 I'm a little famous。下来一复盘，果然英语没写好。英语里面little 是有一点 ，little 是几乎一点都没有。哎，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，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。I want you give me money. Give me money. I need money. I need money.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：敲诈勒索。人那边也纳闷呢，说：“哎，今天面试一小伙子，一点名气都没有，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。”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。I'm superstar, icon, influencer, 爱奇艺 SVIP 会员，是吧？
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这个面试结果我可以抢先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能播了以后，你们看吧，那些 VIP 们呢，肯定在那发弹幕呢，是吧？famous 是形容词，不能跟在 Aledo 的后面。就你们英语好的，就你们英语好。他急了，他急了，我就是急了。我就刚跟弹幕吵了个架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说实话，我当时退圈的时候，我都想好怎么付出了。我就想，我沉浸2年之后，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：纽约见。到时候，纽约大学3大校友，泰勒·斯威夫特、李安、杨蒙恩。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，我说学长，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？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、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流子。但实际上的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的新人文人物，是吧？6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，喜得176分。最后大家佩服我，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，大家就是纯惊叹，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。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，就说你直播呀，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。我就是怕打脸，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，然后第2年回来，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？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，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，但节目不在了。我真的回来以后，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，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，但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。现在主要俩节目。一个拖沓，一个喜单。我说拖沓喜单啊，这俩节目一个鹅的，一个桃的。我说什么鹅的桃的？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。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。他们说蒙恩，你到底上哪个？我说少废话，这2个哪个来1000块啊？I need money。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，对吧？有人塌房了，有人聊粉丝被爆了，有人被女友锤了，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。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。真的，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，蒙恩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，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？我说你让我吐槽什么呀？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！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，就是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杨丽还问我，杨丽问我说：“杨哥，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，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为了学英语，我关了朋友圈，我卸载了微博，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，避免打扰。”他听完之后，他都惊呆了。他说：“天哪，就这都没考上吗？”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， 我还是有学上，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。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，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，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。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？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，你又往出带，你没事你当脱口秀干啥？
咋的了？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？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着，就是双方谈妥了。我说打这么半天，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，是吧？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，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，别多想，你只计划3步：学英语、去美国、主持奥斯卡，就是这样的事儿。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，哎，这不可能，怎么样。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，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？这需要多少电荷呀？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，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。其实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，但我自己觉得就是，当我去追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成功了。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，还是有些遗憾。但是，李安导演你放心，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，我指定还找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恩。好，那我们来了，后面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哼，这2年呢，我去国外上学了，每天都在吃白人饭。蒙恩呐，兄弟啊，你还有3个月啊，就走了，咱现在就该吃点啥吃点啥吧。哎呀，我最近回上海发现。上海也开始流行吃白人饭了，我去吃了，不是很正宗，因为太好吃了。就国外那个正宗的白人饭，没有调料，没有味道，没有活下去的必要。白人饭的菜，那是真生吃啊。生芹菜、生西兰花、生菜花，吃到后面你都不用自己物化自己，这就是纯牛马。就这菜，他们不炒，也不焯，就让你蘸酸奶吃。吃了1分钟我就懂了，酸奶在这里面主要起到一种送福的作用。唯一不生吃的菜是豆角。咋不能生吃呢？吃死多好呀！死了我在黄泉路上，孟婆还能给我喝一口热汤，也是过上了一种向往的生活。就这午饭你吃完啊，你都根本不用午休，因为血糖根本上不来。你想吃点热乎的，只能靠自己上火。就真的很想问他们，我说普罗米修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说普罗米修斯当年为了把火种带给人间，被宙斯绑在山上，每天忍受着风吹日晒和秃鹫的啄食，然后你们就吃这个。我说那普罗米修斯他自己晒得久一点，秃鹫吃的都比你们热乎。我要是普罗米修斯，我看到白人吃这些东西，我真的会很生气的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早知道我带什么火呀？是不是我给你们自由过了火？早说我带点酸奶下来不就完了吗？哇！但是后来呀，我确实就开始自己做饭了，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吃口热乎的。朋友们，中餐是真好吃啊，但做中餐真的好费时间呀！我要做一顿午饭，我得洗切煮炒炖吃，洗，因为第一个洗是洗菜，第二个洗是洗锅碗瓢盆菜碗和灶台，等好不容易收拾完了，我坐在那，该做晚饭了。根本没有时间忙自己的事业，还有爱好。我朋友问我说：“英宁，哎，你现在在国外上学还是上班？”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说在家上菜。现在主要在西方展示一些新东方。但确实啊，我实话实说，那一段密集做饭的时间，天天做，顿顿做，我一下就理解了我那个老母亲。
就我印象中他年轻时候总是特别的焦虑。我现在理解了，因为他活真的太多了，他要下班赶紧马上回家上班，因为家里不仅有家务，家里还有2个废物。我和我爸每天不干活，哇，特别的快乐，快乐的像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主题曲怎么唱？啊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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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拉了能有1分多钟，都没提他妈一句。我不知道，还以为讲的是一个单亲爸爸的故事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有妈呀，叫围裙妈妈。我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围裙妈妈。我说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是没有头吗？我说你大头小头后面至少接个烫头吧。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动画片，没想到这么恐怖，推荐给大家。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点开1集。这个动画片一共151集，有1集叫《围裙妈妈的节日》，重点推荐。那一集是这么演的：大头儿子睁眼醒来说：“今天是3·8妇女节，是妈妈的节日，我们就让妈妈休息1天吧。”哇，大头儿子说这话真是让人头大。365天就休息1天，要我说996、007算啥呀？你试试这个355。后来发现我还算错了，休息10天才是355。我说难怪只有那父子俩有头呢，原来妈妈这日子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妈妈甚至都没有一个病假啊！有一集围裙妈妈在家做饭累到晕倒，父子俩赶紧跑过来关心说：“围裙妈妈，你可不要死啊，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。”我一个字都没有篡改过，我说：“所以妈妈不是不能死，是只能饭后死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就做顿生豆角，大家一起死。”但我还是要为小头爸爸证明一下啊，他是个好男人。做过1顿饭，就在3·8妇女节那天，给妈妈做了4道菜，分别是红烧芋头、生拌黄瓜、白糖拌姜片儿，已经很荒谬了，对吧？第4道菜更绝，叫紫色卷心菜。连做饭的动词都没有了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肯定会很难过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我把你当家里人，你把我当外国人。你给我做4道白人饭，白糖拌姜片啊，朋友们，白人都不这么吃啊。比白人饭还难吃的饭，就是这份男人饭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叶宁。